各位大家好，今天要来介绍好微笑モデル移動力量旋开鼓励特福禄包挖鼓励动漫使给。那因为这个就是新版的电光超人，所以一样就是有砖头、飞机，还有战车，还有一把剑。首先看一下这个电光超人鼓励特，非常的小台，10公分左右，就是之前鼓励特时是改魔幻色的商品。可能有人很好奇，跟 Super Mini Pura 版的电光超人的比例就是这个样子。当然这个是10个嘛啦，我只是拿来做代表而已。头部的造型也是非常的帅气，也是很有旧版电光超人的味道。那它的额头跟头上的宝珠跟眼睛都有帮你涂好颜色了。那头部有很多需要自己补色的地方，然后耳朵的银色是我自己涂的啦，因为卡准剪太丑了。头部一样是球形的关节，左右的旋转，往后往前，往后往前。身体的分色也是大约6-7成啊，都是要自己补色。那胸口的黄色就是贴纸补色，胸部可以旋转一点点。腿部的分色也是分个大概而已，也是要自己再补一些颜色。腿部侧抬大约45度，前抬大约45度。如果你绕开一点的话，就可以抬高一点了。也有水平的旋转。膝盖弯曲单脚关节，但是弯曲的幅度蛮大的。脚掌是球形的关节，左右水平的旋转，往前往后，也有左右的接地。背包就是充满了机械感，那还有喷射口的刻画，就跟以前的电光超人有点像。那背后这个洞应该是合体用的，但是你插脚架可以插这里或是这里都可以。整条手臂要自己补色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多，包含左手的变身式也是直接一块黄色的，就是要自己再补过色。手臂360度的旋转，侧抬，二头肌旋转，手肘弯曲，弯曲幅度还不错。拳头很小颗，那可以旋转。预设就是一对拳头，还有一对开掌手，还有一对握剑的手型，还有一对手刀的手型。接下来是鼓励动漫 Kitty 把，那翻成中文应该是鼓励特圣剑的意思。那这把剑造型非常的帅气，分色的话就是还好，那尾巴也要补一点金色。宝珠是透明的零件，里面再贴绿色的贴纸。那这边斧头就是一大块的贴纸补色，那这边打开来就是胸甲的结构。虽然我很想把这一块当成盾牌，可是实质上好像是斧头跟胸甲的作用，它是直接扣在手中的卡准里。电子大掌剑鼓励豆 Kitty 把使给，那就是非常大把的一把剑。你拿剑的时候一定要脚架去支撑啊，不然剑就是太重了，会站不起来。不然你只能把剑垂放，当做脚下去支撑。接下来是巴托鲁托拉古多马库斯。那实质上它也是一个卡车或拖车的感觉，但是又有炮，你可以当作是一个战车或是装甲车。但是严格来说，这个战车没有旧版的战车好看。这只其实也是要补很多颜色，它是侧面也要再涂红色。那它这边就是有一些补色的贴纸啦，那包括前面的车灯还有驾驶舱。轮胎虽然是独立的零件，但是没有转动的功能。车头的造型我会觉得还好，那就是因为有2只手暴露在这边，但是还算可以接受啦。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雷达，零件很小，不要用不见了。虽然原设定有设置中间这一块连接的部分有一个转动的功能，但是实质上玩具做不太出来。后面的炮管是灰色的分色，那可以把它抬起来，也可以左右的旋转。底盘就是这个样子，造型就是还好，因为就是2只手的结构比较明显。后面就是直接挂着一颗刚力合体超人的头盔，那没有电线啊，那手的电线也是比较伸短一点。我也觉得那个电线很多余啊。接下来就是跟战车合体。首先我们把鼓励特的二头肌旋转一下，再弯曲一下它的手臂。另外一只手也是一样，弯曲手臂呈现这个造型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的双手拔掉。对，真的就是拔掉。左右两边装上这个手臂的辅助零件，另外一只手也是把它嘟到手臂的洞里面。后面还要装一个零件插入背后的洞，顺便把2个卡准固定起来。接下来你可以把头盔拔掉，然后就可以分成2半，形成2只手的部位。大炮可以把它抬起来，那这个盖板就可以打开来。那电光超人的手肘呢，还要再把它弯曲到下面的位置，才能装到这个肩膀的内侧。最后再把盖板盖起来。另外一只手也是一样的方法，把手嘟进去之后，再把盖板盖起来。那先把头盔戴上去好了，就是从前面嘟进去，最后就是把双手把它组装起来。
那这个刚力合体超人就完成了。完成刚力合体超人 Marcus 古力多曼死给那他实战的死来也，只是这个平衡感你要自己抓一下了。那可以理解为什么背后要多装一个补助的零件，因为2条手臂太重了，电光超人的手臂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零件，所以就把电光超人的手臂固定住了。那这个样子就是比较稳固了，手臂侧抬就会露出电光超人的手臂了。那360度的旋转，二头肌旋转，手肘弯曲双重关节。这边的盖板可以打开来，比较紧一点。那拳头可以旋转，球形的关节。肩膀跟手臂就是比较大片的补色贴纸了。那这个地方算是有点参考以前的设置了。那我很喜欢肩膀上面的这个 S 的条纹，非常的帅气。当然你也可以把大炮把它旋转到前面去了，就是呈现一个炮指的感觉。只是这个形态好像就是强调拳头的弓质还有脚部的弓质。那我觉得这个形态是好看的，因为强化手臂的造型非常的有魄力，很像一个橄榄球队员。那它的头盔比较像是橄榄球员的头盔啦，而且前面还有一个防撞杆，绿色的护目镜也是蛮帅的，那双眼可以透出来，只是它的嘴巴就是被挡住了，看不见。头盔两侧都是补色贴纸，那其实额头中间这一块也是补色贴纸，只是它太小了，所以贴纸被我摸到烂掉了。后来就很临时的直接涂装了，看起来也是还可以啦。接下来是巴斯达波拉，这是一个双头装斗之的形象。那这台机型呢，我觉得不会输给旧版的，主要是因为它的履带就在旁边，所以肢体看起来很宽，比较有气势。它的驾驶舱是做一个透明的分件，所以看起来比较漂亮。钻头可以旋转，也可以往前往后，因为它是球形的关节。它旁边的杆子其实有做一个防弹的卡扣，但是我在旋转的时候太用力，就把它转断了，就另外一边也干脆剪断好了。那各位组装这个地方就是稍微留意一下。那一样就是取消的电线的结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后面就是力量全开古力特的头盔，但是合体战神的头盔这边是做不能变形的，只是一个假的造型。那底盘的造型就是还好，可以看到一些履带的刻画。接下来就来合体成武装合体超人。首先一样把头盔拔掉，接下来你可以把履带稍微松开来一点，顺着底下的转轴。那另外一边也是，这边比较紧一点。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履带旋转一下90度，但是这边我会觉得稍微有点紧。而且底下这个握把也会卡到它的底盘，然后你就可以把履带呢把它往外翻出去。如果你觉得变形很麻烦，就是直接拔掉，然后再直接旋转履带也是可以。那这边还是先做一个直接的变形，把它旋转一下90度，再把它旋转到外面的地方。底下的砖头就是顺着这个转轴把它往上翻之后，就可以左右的分开来。接下来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它底下这个黑色的零件，它是一个转轴，那你可能要把它弄松一点，最好是抓着这2个零件把它转出去一点。这边有一个球冠可以把它折叠起来，再旋转一下角度，把砖头转到前面去。那另外一边的圆环已经被我玩到断掉了，所以就会变得很松。所以各位把玩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小心一点。所以你在旋转这个关节的时候，最好不要这个样子直接转，要压住这个黑色的零件，把它一起转过去，才会比较安全一点。当然我认为正常的把玩下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我只是那个时候太粗鲁了。那这边就是把砖头转过去，这边有一个补助的零件，我一开始就装到这里了，因为这个是不正规的玩法啦，我只是不想插拔那么多零件。那把它拔掉之后呢，转个角度之后就可以插入这个地方。等一下就是连接电光超人的胸口的部位，电光超人的胸口你就是要把它抠开来了。那它还是有一个收纳的位置，就是装到底下的这个凸起来的部分，就可以把胸甲装入电光超人的胸口当中。但是我会觉得有点危险，因为这次只有一个卡扣而已。旁边的履带还要再旋转一下，然后再转到下面的位置。装头的杆子你可以把它往后搬，就是扣在肩膀的位置。这个红色的头盔你要先把头顶盖的地方把它打开来，最后就是戴上这个头盔，但是我会觉得有点干涉了，就是稍微的卡住之后，再绕过头上的角，然后再把它盖起来，有点卡。那最后腰间的卡榫呢，还要把它压到里面的位置，这边稍微有点紧了。
完成武装合体超人巴斯达古力动漫。那这个造型我只能说很滑稽啦，虽然动画把它画得很帅，可是事实上玩具做出来就是小朋友穿大人衣服的感觉。那这个神态也是目前最不好看的一个，算是一个硬凹的感觉。它还有一个炮子模式，就是这个杆子呢把它往外抽，另外一边也是把它往外抽，这边履带把它先转出来，就顺着这个圆柱把它转到前面去。接下来就是折叠一下履带的部分，再把履带整个翻转过来，那炮口的地方朝向前面，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红色的盖子抠开来，里面就会露出飞弹。最后你就是把钻头打开来，那它是4片的结构，那呈现一个半开的角度就好了。完成武装合体超人炮直模式死给。刚刚那个神态还有一点好笑，结果把飞弹亮出来之后，还有钻头打开来之后，就帅气了不少。它这个飞弹每一个都是补色贴纸，所以你要贴24遍，算是有点痛苦。另外一个比较帅气的地方就是钻头打开来之后，看起来就是比较威风一点，那里面就会有2个炮可以射出光束。钻头内侧的蓝色都是补色贴纸，那这边贴贴纸就是需要一点耐心。那还是有一个好笑的地方，因为超人做太小只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握住这个握把。他虽然有做出手掌的卡扣，但是手臂太短，所以是装不起来的。接下来就是史卡比达，就是致敬以前电光超人的雷霆战之，配色也从本来的红色变成了蓝色，那整体的造型也是不太一样了。那它的造型也是还蛮帅的，并不会输给旧版太多。那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它这个飞机的前半部跟后半部要靠一个脚架的辅助连线去把它结合起来，这边我就觉得有点多余了。那它真的是要靠中间这个脚架才能把它支撑起来，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把它直接做一个结合，因为它没有卡扣去固定住。这个地方就是让我非常的纠结，非常的在意。你看这个光图它也是有点恶劣，就是直接把脚架收掉了。那包括这边也是脚架隐藏在一个看不到的地方，真的是让我有点失望了。不过太纠结这个地方，这个节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那飞机头是还蛮帅的，这是比较尖锐的结构，就跟以前方正的风格不太一样。白色的线条是补色贴纸，包括这边也是，红色的地方也是补色贴纸，那这个白色的地方也是补色贴纸，这2条灰色的地方是补色贴纸，那翅膀是帮你涂装好的，背后就是这个样子。那这2个拳头就是合体战神的拳头，底部还蛮帅的，这是力量全开古力特的双脚。那后面的翅膀你可以折叠一下，这个是变形的结构，包括前面的小翅膀也可以把它折叠起来，一样是变形的结构。那前面的小翅膀也可以弯曲一下角度，呈现这个状态。你要让电光超人踩在飞机上面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就来大空合体 Sky 古力动漫。首先你就把飞机头把它分离出来，那2只脚呢也把它分解开来，那脚架就是丢到旁边去了。那照理说这个Sky的装甲你要先把它往上翻，你才能把大腿拉起来，但是我的手太滑了，没有办法把它拉起来，所以我都是硬抽就可以拉起来了。那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让后面的盖板打开来，就可以把电光超人古力特的脚滑到里面去，那它的脚尖要对准里面有一个洞，这边只抓一下就好了，最后再把盖板盖回去。那记得这个大腿还要缩回去，飞机头把它抽离出来，底下有2个凸轴，先把底下这块翻出来，上面的凸轴也把它抠出来，但是它比较紧一点，就卡到背包跟屁股后面有2个洞，就把它密合到位。头盔上面的透明零件把它打开来，但是我的手太缓了，只能用勾的方式把它打开来。最后就是直接把头盔套上去就完成了。完成大空合体超人 Sky 古力动漫死给。那它的双脚就是飞机的下半部，就是多了喷射的感觉，背后也加入了喷射背包，但是它一定需要脚架去支撑。头盔直接就是飞机头组到上面去，那它的脸部其实有点像是飞行员的面罩。那比较奇怪的就是额头上的盖子，它是保持一个开起来的状态，看起来稍微有点怪怪的。现在是凝聚大家力量的时候了，合体。
完成力量全开古力特死给。那这个就是用古力特的素体直接来合体的样子，虽然还是要拔掉一些零件啊，等于是一个分尸的状态。还有为了合体的稳定性，需要安装一些补助零件。那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本来的设置就是太勉强了。但是光这个形态来说呢，其实比例还是不错看的。但是这个比例你看久了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它的裙甲做的太上面的位置了。那这个就是本来的古力特实在是做的太小只了。那跟万代出的 Super Mini Pura 版本的力量全开古力特摆在一起比较一下，也可以看到 Super Mini Pura 版本这只的裙甲也有做的太上面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原始设置的关系了。当然这两只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万代走的是比较特色版本的造型，所以它的头部比较大，那手也会比较大，而且它的变形结构比较还原本来的变形结构。以合体后的比例来说，可能还是好微笑的好看比较多一些。那关节的紧实度方面呢， Super Mini Pura 版的关节会比较紧实，但是好微笑版本呢就是髋关节有点撑不住。跟合体龙呢，当然这种摆在一起比较一下，那两台的身高方面是差不多的，摆起来也是非常的相配。但是以变形流程的顺畅度跟好玩度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当然这种设置的比较好。那这只力量全开古力特呢，合体的时候干涉的状况会比较严重一些。巧的是 SMP 也要出当然这种，那这两个玩具公司根本就是谈好条件了。但是如果你有好微笑的版本，你就不一定需要买 SMP 了，你就选一个适合你的版本就可以了。那这个形态也不错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头部缩小了，然后手部的造型也做得比较小，然后加上这边有一些肌肉的线条，看起来就是有勇者体态的感觉。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就是髋关节真的是太松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电光超能古力特呢，它实在是做得太小只了，所以它的髋关节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脚部零件的重量。那髋关节的问题呢，刚刚一直都吐槽过了，实在是太松了，前台、车台。也不能怪它啦，因为原始的设置就是太勉强了。它如果像旧版一样是穿盔甲的样子，应该就会更好做直接的结构。头部的造型绝对是帅气的，就是自制以前的雷米古力特的头部，那就是有两个角的红色头盔，那头上也有一根黄色的角，加上蓝色的护目镜，非常的帅气。也可以隐约的看到电光超人的双眼，非常的帅气。但是因为这个形态实在太纠结了，所以砖头就会卡到本来的头部。头可以左右的旋转，手型的关节往后往前，但是会跟旁边的砖头有一点打架啦，因为耳朵太长了。这个砖头可以再往上拉伸一段出来，这个样子转头呢就比较顺利一点了。另外一个比较纠结的地方就是这个肩胛，因为它有做出一个高斜的结构，所以它在侧抬的时候就会卡到这个砖头。一样把这个砖头拉起来之后呢，手臂侧抬就可以达到平举的程度。手臂你要360度前抬就会被后面的这个履带卡到，这是另外一个比较纠结的地方。而且战车后面的轮子也会卡这个钻动支的履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本来设置上就是不良了。还有它腰间这个长长的杆子呢，它一定要保持一个斜度，才能让这个坦克的双手比较顺利的组合进去。因为腰部的连接杆如果打平的话，你要直接合体这个双手，你会被干涉到非常的严重，就是会卡到履带。那就算你把履带把它转到一个比较外开的角度，你还是没有办法去装这个手臂，因为一定会卡到。所以我最后就是干脆把它折下去了，才能比较顺利的组进去。那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师要研究一下这个合体后干涉的问题啊。那这个形态下呢，只是让玩家体验一下合体变形的感觉。要解决可动度的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补助的合体骨架。那看一下这个合体用的可动身体造型跟细节刻画，就是电光超能古力特的造型了。但是它这个合体用的身体就是告诉你了，如果你合体后的比例要好看，那电光超能就是要那么大只。那本来的超人真的就是有点小了，但是没有办法，大小比例已经被古力特时是定住了，所以再也没有办法修改它的身高尺寸了。那你要合体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壳啦，就是把它打开来，那就是把超人的头拔掉，然后呢手臂也是拔掉，大腿以下也是拔掉，不包含髋关节。那完全就是一个分尸的状态了，只留下这个身体的核心部位。再旋转一下这个髋关节的地方，把它往后凹，就是把电光超人呢装到这个壳里面，那就是包进去而已啦，再盖回去外面的壳就好了。当然你一定会想到，那干脆不要把超能组合进去不就好了？
然后再把头装上去。那一定会有人问，那为什么头不做2个呢？它就可以摆出另外一个电光超人的神态了。那以玩具商的角度来说，他还是希望你可以把电光超人组合在里面吧。毕竟之前也有出过6神合体，都被人家笑作是5神合体，因为盖亚没有组合到里面了。然后就是把头盔盖上去，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头盔的设置稍微有点卡了。那木刃再盖上去，就可以组装大腿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就很像在玩合体姿势的呢。那刚刚合体后还会用到的辅助零件，就是要先拔掉了，就是用不到了。履带可以拔掉，做一个分解式的组合。旁边2个杆子你可以把它压进去，压到最底的位置，然后再打平一些。然后它是独自去腰间旁边有2个洞，就直接的卡进去就好了。然后小心一下头部，背后的站姿呢，刚刚用到第1根卡榫，那底下还有另外一个卡榫，把它翻起来，就扣到背部跟屁股有2个洞，就把它嘟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再把前面的裙甲把它盖起来。那这边有点像是武圣战队大连王的裙甲。这一次的履带的关节呢，要把它折叠一下90度，2个履带都做好之后，就可以插到背后这个凸齿。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然后你就把脚插到背包后面有2个凸，再折叠一下膝盖的位置。那这个地方有点好笑了，就是硬要合进去的感觉。那虽然当那剑龙也有一样的问题，可是他是机器人，所以就没那么好笑。电光超人我还是会把它当成人所以我会觉得2条人的腿挂在这边有点好笑。那电光超人的手一样就是收纳于里面，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剩余的零件丢到里面，再把冰箱的门关起来。最后就是把双手组合上去，但是要压住这个关节，不然它会一直往内嘟，然后也会稍微卡到砖头。另外一边也是嘟进去就可以了。完成力量全开古力特美光零件版本10个 A。那这个造型比例呢，就是很有动画的感觉，因为裙甲组合到正确的位置了，身体拉的比较长一些。然后它整只拿起来也是非常的稳定，因为里面就是用了组合用的身体啦。身高比较方面呢，刚刚还有一点矮，现在的身高就是跟舒芬迷你普兰版本差不多了。那跟合体龙人大纳杰龙摆在一起也是非常的相配，就不会输给大纳杰龙的外形了。手臂侧台一样都会打到砖头了，那你一样就是把砖头的关节拉出来之后，手臂侧台就可以90度了。你往前弹呢，一样会打到后面的履带，所以就是45度左右，除非你把履带把它打平，才可以平举。那预设就是红色的大拳头，一对开掌手，一对握剑的手型。胸口就是剑旁边的斧头打开来的样子，那这边就是直接贴贴纸的，造型是还不错了。中间的宝石也是透明的零件，里面再贴绿色的贴纸。但是我比较喜欢把胸口拔下来的样子，这个样子比较有本来雷鸣古力特的感觉。因为流出最原始的设置稿它是没有胸口的这个零件的。腿部侧台大约就是平举哦，这个厉害哦。但是大腿前台就是会被裙甲卡到了，大约45度左右，除非你把这个裙甲打开来。那你的腿就可以抬高了，也有水平的旋转。膝盖弯曲刚刚没有讲到，这边就是90度，但是因为前台的幅度太小了，所以看起来就是还好了。脚掌也有左右的接地，那它是球形的关节，它也可以再拉开来一段啦，脚就会看起来比较高一点。这个古力多玛 Kitty 把月拿掉了斧头之后，造型就变得还好了。那我看了一下动画，它好像是插到后面这个把手，先旋转一下。就可以插到这个地方，那这应该算是一个不正规的玩法了。你要握剑的时候，就是后面这个把手拔掉，然后你就插到拳头的后面，再把剑刃插回去就可以了。普鲁帕瓦下子，古力多普鲁帕瓦 finish。那装了可动骨架的力量全开古力特就会身上这些零件，但是黄色的零件我一开始就把它藏到肩膀里了。还有一个用不到的透明脚架，当然这些合体之主还有另外一个合体形态，合体战神 Power Geno， 这个是等一下合体要用到的辅助零件，用不到的零件。
完成合体战神 Power Geno 死给这只 Modeloid 合体战神 Power Geno 呢，也是算是收的不错的。这只如果做完全合体变形的话，根据以往的玩具来说，体态上都会做得很丑，所以这也是干脆就用美观的修饰零件，像是腿部的地方跟大腿的地方，还有头部的地方，那这个样子其实是还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样子腿部的一体感就会好很多，然后脚看起来也会比较大。我认为这个是原始的设置就不出色的关系，因为本来的设置拼凑感比较重一些，就没有像旧版的合体电神 God Geno 合体起来那么的好看了。头部的造型算是帅气的，但是他脸部的造型就是模仿高鲁利马克的感觉，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威风，还倒不如像旧版一样做一个科博文的尖尖的口罩，看起来应该会更帅一点。那这边嘴巴灰色的零件好像有血纹啊，那就是这个样子了，可能到时候要涂一点银漆了。眼睛是帮你涂装好的，但是头盔旁边的这些颜色就是贴纸补色了。那还是要吐槽一下，这两颗头的造型跟大小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不做一颗头直接做成变形的就好了呢？头可以左右的旋转，往后往前，左右摇摆，它是手柄的关节。胸甲就是致敬以前雷米古利特的胸甲的造型跟配色，看起来是还不错了。但是由于它没有设置腰身，所以这个驾驶舱直接连到下面，看起来就是有点奇怪的。履带保持在原位，就是让身体变宽了。如果我是设计师，应该会想办法把履带折到后面，或者是变成双手的设置。手臂的造型非常的硬凹，因为本来就是脚，然后硬加上拳头的感觉。加上它也没有手肘弯曲，所以手臂看起来就是比较死板。手臂侧抬大约45度，那你要手臂侧抬的时候360度旋转，才不会卡到背包的饰板，算是有点尴尬。然后这个转轴蛮容易松掉的，你在转动的时候很容易松脱。那如果你愿意把这个大腿的关节拉开来之后，它就会有二头肌的感觉，那看起来就会比较舒服一点。虽然这边没有二头肌旋转，但是有手肘弯曲了，算是还不错。拳头的造型比较方正，那底下就是喷射口的结构，但是这边的设置我会觉得干脆做成真正的拳头应该会更好看。那其实这个拳头还可以再拉出来一段，就可以往内弯曲一点。那拳头也可以左右的旋转。髋关节是一个球形的关节，各种角度的旋转。那这边大腿可以往前折。但是看起来会有点怪怪的，因为这边没有一个胯下的结构把它连接住。但是为了关节可动度，好像只能这么做了。那它的膝盖也是弯曲的，这个是替换零件带来的结果。那要注意一下脚部的包壳，因为它的卡扣有点松，有时候会松脱开来。前脚掌有一个假的接地，因为脚部底下有用到替换件，所以它就可以呈现高跪姿的状态。Power X 就是把胸甲打开来，然后装到剑的前端，形成了斧头的状态，算是蛮有创意的。只是因为手部没有二头肌旋转跟手肘弯曲，所以你怎么摆都是很呆板的感觉。那再把所有叫做 Geno 的机器人摆在一起， Power Geno 算是里面比较不好看的一只，算是一个设置有点失败的造型。跟电光超人摆在一起的身高比较就是这个样子。那反正 Power Geno 就当时是一个附加的形态了。那理论上电光超人古力特是可以跟大纳Geno还有格鲁多棒合体，因为电光超人跟古力特只是只有头部的不同，所以我只有换头部而已。那头部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少了木质跟少了2个大耳朵，所以就没有本来的古力特时是好看了。那我希望剧场版有新的肢体啦，就可以合体成不一样的形态。目前只有新超人的话，感觉有点无聊。梦幻共演凯撒古利多纳斗跟力量全开古力特，但是如果以肢体设置跟好玩度的话，我会比较喜欢这个凯撒古利多纳斗。当然这个是因为后续的作品，所以它设置的比较好。那会不会有后续的肢体把这2台合并起来呢？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可能。但是还是希望可以像超重神一样来一个最凶合神就更好了。那今天这个好微笑 Modeloid 力量全开古力特呢，以模型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做的还不错啦。虽然它合体的时候还是要安装一些补助的零件，但是可以理解，因为本身超人太小只了，所以它撑不住那个支架的重量。那我唯一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就是飞机它竟然要靠一个脚架做连接，如果可以做直接合体的应该会更好。但是这只应该算是非常的好玩，因为它非常多个形态可以给你组合。只是合体成力量全开古力特的时候，干涉的状况有点严重，所以这个地方各位就是要研究一下合体的顺序。但是我认为这个是野中刚老师的锅啦，因为他没有设置好。
如果你已经买了丹纳坚龙的话，那你就更不能错过这个力量全开古力特。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哦，谢谢各位收看，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